最近，一段由在坦桑尼亚的中国人拍摄并分享的视频，再一次把大家的目光拉回到了豆豆身上。视频里，豆豆说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：“我想回中国了。”没有煽情，没有哭闹，只是一句很轻的表达。但就是这一句话，让很多人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孩子可能真的已经承受了很多。想回中国，不是一句随口的话。对成年人来说，想回家可能只是情绪表达，但对一个长期生活在陌生环境中的孩子来说，这句话往往意味着不适应、缺乏安全感、对熟悉世界的强烈渴望。豆豆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语气并不激烈，甚至有点平静，而这种平静反而让人更担心，因为很多孩子只有在反复失望之后，才会用这样克制的方式表达需求。理发视频让人第一次感到刺眼。在同一批视频里，还有一段豆豆在坦桑尼亚理发的画面。原本这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日常，但镜头一打开，很多网友立刻感到不适。理发师动作粗鲁，推头、按头没有任何照顾，洗头时水流直接冲脸，豆豆明显不安，却没有被安抚。有人在评论区说了一句话，很扎心：这不像给孩子理发，更像在对待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。豆豆太瘦小了，这是大家最直观的感受。很多人注意到一个细节，豆豆的身体明显比同龄孩子瘦小。瘦并不一定代表营养不良，但结合他的生活环境、心理状态、长期的不稳定因素，这种瘦小就很难不让人多想。尤其是在镜头中，他显得有点缩着身体，在陌生成年人面前缺乏安全感，这不是一个被完全照顾好的状态。真正让大家愤怒的是那只没有改善的手臂。如果说前面的画面只是让人心疼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细节直接点燃了网友的情绪。豆豆的手臂依然是弯曲的，这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。早在几个月前，就有中国网友指出，豆豆之前发生过骨折，而骨折愈合后，手臂明显存在后遗症。当时，很多人提出建议，尽快去正规医院进行矫正或康复治疗，越早干预，影响越小。然而几个月过去了，现在再看到视频，手臂的状态几乎没有变化。时间正在一点点错过。医学上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，儿童的骨骼和关节问题越早干预，恢复空间越大，而随着时间推移，骨骼定型、肌肉代偿、神经适应错误姿态，治疗难度只会越来越高。网友真正失望的并不是没立刻治好，而是看不到任何行动的迹象。大家的呼声其实很一致。翻看评论区，会发现一个非常统一的声音：别再拖了，先治孩子。这不是对任何人的攻击，而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共识。在所有争议、立场关系之前，孩子的健康本该是优先级最高的事情。孩子不会替自己争取，只能靠大人。豆豆不会在镜头前说：“我需要治疗，我不舒服，我害怕。”他只会忍着，配合，用一句“我想回中国了”来表达全部感受。而这正是大家最担心的地方。这已经不是看不看视频的问题了。很多网友开始意识到，这不再是一个内容好不好看、生活真不真实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：这个孩子是否正在被充分保护？当一个孩子长期表达想回家，在陌生环境中显得不安，身体问题被反复指出却迟迟未改善，那么任何再等等、以后再说，都会显得苍白。大家并不是要指责，而是希望改变发生。需要说清楚的是，大多数网友的态度并不是攻击谁，而是希望看到几个最基本的行动：正视手臂问题，尽快就医；给豆豆更温和、更安全的生活环境；尊重孩子的情绪表达。这3点，没有一条是过分的要求。结语：别让后来成为遗憾。视频最后，豆豆的那句话一直在很多人脑海里回响：我想回中国了。希望这句话不只是被当成一句情绪素材，希望它能被当成一个需要被认真回应的信号。孩子的身体等不起，孩子的成长也没有重来。如果此刻还有选择空间，那么最好的时间永远是现在。